上回说到，草帽团集体迎战魔人奥兹，乌索普被奥兹一拳头干倒，大家都以为乌索普就这样被 KO 的时候，布鲁克从天而降，一手救下乌索普，一手背着一大袋盐，宛如希望之光迪迦奥特曼一般帅气登场。我猜你们会需要大量的盐，我带来了。布鲁克带来的这袋盐让草帽团士气大增，只要在天亮之前将盐塞进这个怪物的嘴里，打败莫利亚就有希望了。面对嚣张的莫利亚，布鲁克拔出细剑，高亢地喊道：“求务必让我也加入战斗，跟夺回影子的恩情相比，这点小忙根本不足挂齿。”话音未落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布鲁克腰间盘突出的毛病就犯了。索隆沉喝一声：“看好你的盐，别勉强。”说完，索隆提刀冲了上去，其他人也纷纷动手。乌索普率先打出油弹，弗兰奇看准时机，一招好火球之术，火焰触碰到油弹之后，变成一只火焰鸟冲向奥兹。奥兹一边惨叫，一边扑打着身上的火焰。莫利亚笑道：“别慌，僵尸是不会有知觉的，不管是痛感还是灼热感，都是你作为人类时候的记忆。冷静点。”奥兹听见莫利亚这么一说，冷静下来，的确是没有任何感觉，平静地扑灭了身上的火焰。索隆这边与乔巴打出配合，一招跃龙门跳上空中，接着挥舞战刀将一座塔楼切成数段，甚至非常默契地冲上去，连续几脚把楼体踢出去攻击奥兹。奥兹怒喝一声，小山包一般大的拳头砸过来，将山势踢出去的楼体原路给打了回来。擒贼先擒王，乌索普现场制作了一个超大弹弓，将弗兰奇弹向奥兹的腹部，也就是莫利亚所在的位置。弗兰奇决定忽略奥兹，直接从千军万马中取敌将首级。弹弓的弹射速度非常快，眨眼间弗兰奇就飞到了莫利亚的前面，几乎和莫利亚脸贴脸。弗兰奇打开左手的火箭筒，对着莫利亚的脑袋，子弹发射的一刹那，奥兹侧身躲开，接着飞起一脚，数吨重的力量命中弗兰奇，将他踢进碎石里。大家惊了，奥兹这个体型居然有这种反应速度。仔细想想，这个家伙里面可是有路飞的影子在驱动，路飞的体术那也算是各中高手了。弗兰奇被打倒在地，喷出一口鲜血。莫利亚命令奥兹赶尽杀绝，给弗兰奇最后一击。奥兹走了过去，抬起脚来，这一脚踩下去，就算是铁甲小宝也要变成一堆零件了，何况是弗兰奇这种半改造人。乔巴和索隆全力奔过去，想要拖住奥兹。这时空中电闪雷鸣，一束雷电带着火花从天而降，命中奥兹和莫利亚。看来雷电对近乎无敌的奥兹还是有些作用的。奥兹惨叫着跪倒在地，能打出这一招魔法伤害的只有娜美了。山治知晓娜美成功从变态透明人那里逃出来了，兴奋的大叫，手舞足蹈。但这一下就暴露了娜美的藏身之地。莫利亚又愤怒又兴奋，竟敢小看老子！奥兹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新能力！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奥兹上前一步，瞄准娜美的方向，打出一招橡胶手枪。娜美距离奥兹有100米远，僵尸身体的奥兹胳膊居然像路飞一样能够伸得很长，直接命中娜美，将娜美从高处打了下来。好在罗宾眼疾手快，用能力接住了娜美，让她安全降落。莫利亚不知道用了什么方式，让僵尸身体的奥兹得到了和路飞一样的橡胶属性，手脚可以任意拉长，这不就是一个超级巨人版路飞吗？本来路飞就很强，如果得到力量强化，那还不得上天？众人大感绝望，也不知道路飞这个时候在哪里玩耍呢。奥兹的身体可以任意拉长，因他找到了自己的战斗状态，打起架来游刃有余。曹腾表示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大为震惊，为什么奥兹不是能力者，却可以使用和能力者路飞一样的招式？下面引入一个新的知识点：影革命。在生活常识中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影子会跟随实体的动作和形态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物体是什么样子，影子就是什么样。实体与影子一定是同一种形态。奥兹的影子里被莫利亚掺入了自己的影子，莫利亚利用自己的影子支配着奥兹，也就是说，莫利亚使用影影果实的能力颠覆了常识，用影子操纵奥兹的实体。这样一来，相当于奥兹的实体再配合影子的状态，影子什么样子，奥兹就会什么样子。这就是奥兹会使用路飞能力的原理，也就是莫利亚所谓的影革命。莫利亚肆虐大笑，强行将奥兹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球体。这么巨大的身体，如果发射肉弹战车，那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奥兹却不喜欢这种战斗方式，这个家伙的骨子里和路飞一样特立独行的性格，就是不喜欢听从别人的命令。莫利亚命令奥兹放手去干，只要把敌人干掉，什么方法都可以。奥兹要认真起来了，想把他扳倒很不容易。布鲁克让众人配合自己，打出一招雷电穿刺，直接贯穿了奥兹的胳膊。索隆趁奥兹破防露出破绽之际，挥刀使出了2刀流登楼，刀锋自下而上，给了奥兹一击。奥兹没什么事儿，转过身来一脚将布鲁克踩了下去。乌索普远程支援，打出爆炸子弹，但是也没用，奥兹轻松挡了下来。那每一剑，奥兹的目标转向了乌索普，立即抬屁股溜了。奥兹瞄着乌索普使出橡胶火箭炮，乌索普差一点吓尿，但乌索普的运气真的不是盖的，每次危急时刻临到他的时候，总会有反转。奥兹挥出去的双臂并没有如众人所想的那样拉长，好像神奇的能力失去了，奥兹自己也一头雾水。众人再细看，原来是罗宾用能力强行给莫利亚来了个锁喉，让莫利亚暂时失去了对奥兹影子的控制权。
莫利亚恼羞成怒，立即召唤影子蝙蝠袭击罗宾。山治为保罗宾，冲上前去一顿乱踢。物理攻击对影子没什么用，影子被打散后重新组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巨大的影子出现在罗宾身后。罗宾决定放手一搏，和莫利亚硬拼一下。只要莫利亚死掉了，他的影子也就消失了。他不得不逃，直接远程将莫利亚锁喉。莫利亚的颈椎骨都被折断了，但是他的笑声还在。罗宾身后的巨型影子里，莫利亚的脸缓缓浮现，众人露出惊恐的表情。莫利亚哈哈大笑，很遗憾，我和影法师可以随意转换位置。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奥兹的肚子里，原本在那里的莫利亚已经变成了影子。就在大家震撼的时候，莫利亚抬起手把罗宾的影子撕了下来，一剪刀剪下去，一声脆响，罗宾摔倒在地，失去了知觉。山治愤怒地冲向前，一招恶魔风脚直奔莫利亚的脑袋。莫利亚笑呵呵地瞥了山治一眼，再次使出乾坤大挪移，和自己的影子换了位置。山治一脚踢空了，奥兹眼相中了昏迷的罗宾，跳起来击出一掌。山治正好憋了一肚子火，无处发泄，见奥兹袭来，不逃反冲，恶魔风脚正中奥兹手掌，将奥兹的双手打飞。乔巴趁着奥兹停止攻击的几秒钟，跑到了奥兹的身上，仔细研究了一下奥兹的身体构造和死因，细心的发现奥兹在500年前有可能是被冻死的。虽然现在奥兹僵尸没有痛觉，但是从奥兹的手指上能看出来有很多冻痕和伤痕，所以只要打上他的右手臂，奥兹应该会很受挫，攻击力也会减半。奥兹发现乔巴躲在自己的右肩膀上，一拳砸了过来。乔巴缩小跳进奥兹的手指缝里，接着吃下蓝波球，腕力强化后，在山治的帮助下，以极快的速度跳跃起来，对着奥兹的右手臂打出课题，在上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但奥兹没有痛觉，也毫不在意，跳起来之后对准乔巴和山治就是橡胶机枪，地上的石头全部被震碎。莫利亚笑得更得意了，大声说道：“还有3个人，你们就要被团灭了。”而此时的路飞还在森林里迷路呢。路飞气喘吁吁，全力向战场赶来。跑着跑着，一棵树的后面突然伸出一只脚，绊倒了路飞。接着围上了一群人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叽里呱啦的说明了来意。原来他们是罗拉所在的海贼团，翻滚海贼团的人。罗拉的影子就在那个和娜美建立深厚友谊的野猪僵尸的身体里。船长罗拉以不断和人求婚而闻名，被称为求婚的罗拉。虽然罗拉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但是也算是一船之长，而且已经求婚4443次，被拒绝了4443次，创下世界纪录。路飞的到来让森林里所有人为之一振。罗拉的船员们和其他被夺走影子的无辜之人们建立了受害者协会，而且还建立了被害者网站，全程直播草帽团大战莫利亚的战况。为了让路飞打败莫利亚，受害者们决定将他们苦苦收集的秘密武器送给路飞。罗拉的船员们声称知晓了莫利亚能力的秘密，他们可以赋予路飞强大的力量，让路飞可以和莫利亚一战。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影子。原来这些人被夺走影子之后，为了能够找回自己的影子，拼命的埋伏在森林和墓地里净化僵尸，得到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影子。这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从僵尸身体里剥离下来的影子他们也可以抓住，不仅可以抓住，还能让影子附着在自己的身体里，让自己获得影子的力量，从而提升战斗力。罗拉为了让路飞更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让手下绑了一个影子，强行塞进了路飞的身体里。路飞本来不会用剑，得到这个影子后，路飞立即化身剑客，剑术堪比几十年的老剑士。因为塞给路飞的是一个海军剑士的影子，塞给路飞后，路飞就可以得到这个影子的属性，从而获得额外的能力提升。这就是影子的秘密。只要把影子塞进身体里，这个影子拥有的战斗力可以全部叠压在人的身上，只要这个人能承受住，可以无限往身体里附着影子。不过普通人一次性只能附2到3个影子，精神脆弱的话就会失去知觉或者精神分裂，得到的能力也会消失。虽然影子进入尸体内可以让其变成僵尸，但不能在拥有灵魂的人体内长时间停留，力量强化也只能维持10分钟，之后它就会脱离身体，回到真正的主人身边。胜负就在这10分钟之间。为了让路飞得到强化，众人将收集的影子全部搬了过来，塞给了路飞。本以为以路飞这样的实力能承受20-30个影子，万万没想到路飞居然承受了上百人的影子，而且依然能保持清醒。众人都惊呆了，这个男人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，力量强大的惊人。路飞好像十分疲惫，喘着粗气，但语气中掩饰着难以抑制的兴奋，力量从身体里喷涌而出，忍不住想干架。众人抬过一把40米长的大刀，路飞一把就握了起来，身体蠢蠢欲动，就是想干架，干什么都不如干架。路飞将目光转向莫利亚所在的城堡，像个人形战车一样在森林里横冲直撞，向莫利亚杀了过去。